哥哥，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在镇子口外面，妈妈在等我。我后来还是带女孩找到了妈妈，但就在1天前，我因为咬了一口不该咬的东西后，被传送到了这个世界。其实那东西缠着我好久了，每次在我一睡着的时候，就会有触手爬进被窝，不仅紧紧缠绕着我的身子，甚至还会伸进我的嘴里，研究我的口腔结构。这天我实在没忍住，咬了一下触手，接着一道声音突然出现，炸醒了小镇所有的人。35位面小镇全部通关玩家应修进入副本。当以全部通关字样出现在玩家屏幕上时，整个小镇玩家包括鬼怪们都傻眼了。而副本鬼怪接收到本次玩家信息的瞬间，顿时大面积的鬼哭狼嚎，埋怨是谁把6年前杀穿副本的男人拉进来的。为了不再被我杀完通关，鬼怪们只能去申请更改规则，把副本难度加强，并且让我不能害鬼怪。接着把这次副本里的鬼怪全换成新人。在一阵稀稀簌簌的讨论声过后，副本正式开始。伴随着传送的白光，我缓缓睁开了双眼，一脸疲惫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看着这间女性的房间。对于这个副本我已经没啥印象了，但脑子里却想起了这次副本的前景提示。副本主题是一个小女孩跟着妈妈住进了外婆所在的怪物小镇，可女孩妈妈有事去离家3天，在此我需要帮小女孩成功度过这3天。房间里有妈妈留下的纸条，提示你身边的一些危险事项。我努力地回忆这个副本的信息，但脑子里的记忆还是很模糊。接着我起身打开房门，找到了客厅里的2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玩家们都很熟悉的生存规则。规则1，不能让小女孩看到副本内的规则。在看完这条信息的同时，另一个房门突然打开，一个抱着兔子玩偶的小女孩从房间里探头出来，她一脸疑惑地望着我。你看的是什么？是妈妈留给我的纸条吗？能让我看看妈妈给我写了什么吗？我懒懒地敷衍了一句，无视小女孩接着看规则。规则2，不能拒绝小女孩说出口的请求。红裙小女孩不知何时走到了我的身边，扯着我的衣摆问我，哥哥，你就给我看看嘛。就在她说话的瞬间，隔壁突然猛地传来一道凄厉的惨叫声，那声音撕心裂肺的让人心头一震，而我却面无表情地与小女孩对视着。余光瞟了一眼手中的2张纸条，一张副本规则和一张妈妈的纸条，但是不能让小女孩看到副本规则，就意味着所有的规则都不能让她看到，包括妈妈的纸条，但又不能拒绝小女孩的请求。这时我似乎明白隔壁那惨叫声怎么来的了。看着对面小女孩弯着诡异的微笑向我讨要规则时，就知道这规则给不给都得死了。这下不止我沉默了，连屏幕外的玩家也有点束手无策。我冷漠着脸，伸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发，努力表现着温柔说道，你别着急，等我看完了再给你看。闻言小女孩纠结了几秒后勉强答应下来。而在安抚完小女孩后，我继续顺着纸条往下看，上面写着需要帮助小女孩按照妈妈的纸条行事，并且不能给她任何武器，还得隐瞒小女孩的存在。我看着规则里还有条跟室友相关，按照规则是绝对的这句话，就说明副本里绝对有一个是我的室友。正在这时，客厅另一扇门突然打开，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我面前。在进入副本前，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突然来到我房门外，一脸微笑地看着我说，他们说我可以在镇上选择一个室友，我可以在你这儿住吗？没想到他也进入副本了。这时小女孩盯着突然出现的黑衣男人，瞬间紧张起来了，拉扯了一下我的衣角说道，哥哥看完了吗？现在能让我看看妈妈的纸条了吗？还没看完呢。我担心他在旁边会探头看到，便起身在屋子里踱步，接着看向妈妈纸条上的规则。首先是不能出门和开门，并且每天都得吃饭，夜晚一定要待在房间里，也不能照镜子，在3天之后去取一个快递。随后我把2张纸条翻过来后查看，发现背后还有2条规则，一是要把怪物的尸体留在小镇祭台上，二则是需要让小女孩完成所有妈妈纸条上的规则，并且还有1条被紫色笔划掉的规则，不能杀死任何鬼怪。这时我心想着，既然被划去了，就意味着可以杀鬼怪。听到我的碎碎念，沙发上的小女孩顿时一僵。这时旁边的房门再次打开，换完衣服的男人走了出来。这次我询问了男人的名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默。你好，李默，我叫英修，
请问你现在能张一下嘴吗？下一秒，我就把2张纸条全塞进那张满尖牙的嘴里。林默顿时一愣，接着一阵密密麻麻的咀嚼，把纸条吞咽了下去。此时反应过来的小女孩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随后一边扯着我，变得面目狰狞，稚嫩的脸变得扭曲起来，张开的嘴巴越来越大，从喉间涌出的不再是哭声，更像是怪物的嘶吼。看着小女孩模样，眨眼间变成怪物，但此时我却很淡定地牵着她走到桌边，嘴里懒散地敷衍道：“别哭了，都怪哥哥不小心把纸条弄没了。不过哥哥记得上文的内容，哥哥复写一遍给你怎么样？”闻言，小女孩哭声一哽，扭曲的脸上浮现出了迷茫。这可以吗？但副本规则已经被林默吃掉了，而且我手写的规则就不属于副本了，也并不违背小女孩看妈妈纸条的意愿。小女孩看着露出凶狠气息的林默，只能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这时我简单概括地修改了一下内容，因为有不能出门和照镜子，所以我在纸上写下了少上厕所。接着又细细地想了一下规则，便在纸上写下了这几点：一天吃1顿，并且吃完就回去睡觉，白天少出来，晚上不准出。小女孩有点纠结地看着纸上的内容，对着我反复地询问：这真的是妈妈要求我的吗？可1天吃1顿饭是虐待啊！闻言，我一脸沉重地告诉小女孩：没办法，你妈妈就是想要虐待你。小女孩唰的一下掐起了兔子玩偶，顿时脸色青白交加。明明她妈妈不可能留给她这样的纸条。此时小女孩很有怨言，但却不敢声张。我淡漠地无视了她的情绪，一把拎上她，丢回到了房间，并和她叮嘱道：饿了或者要上厕所就叫我会给你开门的。说完就锁上了房门。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小女孩万万没想到，作为怪物的她居然被囚禁了，顿时眼神变得凶恶了起来。要是让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要狠狠地啃掉你的脑袋！就在小女孩被我送回了屋里没多久，走廊上的其他房间里陆陆续续传出了玩家的惨叫声。我淡漠地收起纸笔，朝着客厅方向走去，就看到坐在角落的室友一幕。我率先朝着林默开口：我知道你看不到规则，所以无法应对副本，我不会询问你的一切，也对你到底是什么没兴趣。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开门让我陷入危险，我进入副本拉了你一气，如果你想顺利的从这个副本出去的话，就听我的。好。林默听完微笑一下，另外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盯着我？这或许不可以。那至少在我睡觉的时候别盯着我。不盯着，但要待在你身边。顿时我眼眸一暗，被对方蹬鼻子上脸了。准确的说是，对方一直在试探可不可以得寸进尺。就在这慢慢凝固的氛围中，突然不远处的屋子里传来了凄厉的惨叫。我迅速起身打开了小女孩的房门，发现她还待在里面。接着我关上门后转身来到窗边，在拉开窗帘的一瞬间，刺目的光亮照射进房间，一张陌生的脸啪嗒就贴在了窗前。屏幕外的玩家都被吓得一哆嗦。只见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双瞳充血地趴在窗上，竭力朝屋子里找寻什么东西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是不是在这里？是不是藏在这里了？我淡然地无视了眼前的女人，侧头朝窗外看去。屋外的场景像是在偏远的山村里，跟背景提示上的小镇不太对得上，而隔壁的邻居就是本次副本的其他玩家，大家各自独占一个空间，共同进行了副本的前期剧情。